这就是孙多兰，孙多最新推出的入门级 GPS 手表，主打轻盈、年轻、性价比高，搭载高解析度的 AMOLED Touchscreen， 支持 Offline Music， 还有34种运动模式，全部只需要马币1199。那这一只手表到底适合谁呢？我会不会推荐给大家呢？答案就在这影片的最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开箱的是孙多最新推出的入门级 GPS 手表，也是孙多家族里面最平价的手表，孙多 Run。那这一只手表呢，在今年的2025年6月15号在马来西亚正式开卖。那我也终于拿到这个手表来测试体验一下。目前为止呢，我已经测试了2个礼拜左右，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期间的体验和感受。在这边要特别感谢孙多 Malaysia 第一时间把这一款手表孙多 Run 借给我测试使用，让我有机会抢先体验到这一款全新的 GPS 手表。在这支影片所分享的都是我个人使用后的最真实的心得以及感受，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涉之下所制作的。事不宜迟，让我们就马上来开箱这一只孙多 Run 的手表。首先先看看这只手表的包装设计，和之前孙多 Race S 的包装其实是很相似的，盒子上打印上孙多 Run 的字眼，一看呢就延续了孙多一贯的北欧风格，非常的干净简洁，而且非常有质感。那首先我们先来打开这个孙多 Run 的箱子，打开箱子后就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黑色的孙多盒子。那里面的基本配件呢，首先就是有一个说明书和一些贴纸在里面。另外的这个盒子里面呢，就有Warranty Cover 手册。那另外一个盒子里面呢，就有它的充电线。这一次的充电线终于升级了哦。相比之前我的 Race S 的充电线呢，它的磁吸头已经有不一样了。这个磁吸头呢，它有4个磁吸点。那之前的 Race S 的磁吸头呢，它是有2个磁吸点而已。那之前我在用 Race S 的这个磁吸头的时候，其实我有遇到一些小小的问题，就是当我在吸上去的时候呢，充电的时候呢，有时如果你不小心碰到，它就会不小心的掉下来。那我觉得它的吸力可能会有一些不够。这一次呢，它的充电线感觉上已经升级了，有4个磁吸头。这样看起来，其实它的吸力比之前的 Race S 更加的强，而且也没有这样容易掉下来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充电线是第一个升级。再来呢，就是另外一边它有附上了2个表带，一个是比较长的，另一个是比较短的。里面呢还有一个连接杆。这一款的孙多 Run 表带呢，它是尼龙编制的材质，那重量呢其实是非常轻的，不到4个 gram， 而且颜色的选择呢也是非常丰富，包括孙多 Run 这次主打的配色，也就是黄色、灰色、橙色还有黑色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风格和需求来到挑选。那 Velcro 的表带呢，它不像传统式的针孔表带，它是可以直接撕开和贴上去的，那穿起来呢就更加方便。佩戴的时候感觉也是非常的舒适。表带的宽度呢是22mm， 适合大部分的手腕尺寸。那孙硕这一次也非常的贴心，准备了2条不同长度的表带，一条是比较短的，然后另外一条呢就是比较长一点的。那短的这个呢就比较适合女性的手腕，那长的这一个呢就比较适合普通的手腕的尺寸。那另外呢，如果你不喜欢尼龙的表带呢，其实孙多 Run 也支援了 Quick Release 快拆，你可以轻松的替换成硅胶表带，也就是 Silicone 的表带。虽然硅胶表带呢相对来说会比较重一些，但它在防水、防汗或者是耐用性呢都会表现得更加的好。特别是在高强度运动下、潮湿的情况下使用的话，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运动习惯选择最适合的表带材质。然后当然就是今天的主角孙多 Run 手表的本体啦。那手表的外壳颜色呢，会根据你所选择的配色呢而不同。我手上的这一款呢是 Lime 黄色，也就是孙多 Run 这一次主打的配色，颜色呢是非常鲜艳、年轻以及引人注目。带出去跑步或者日常穿搭都相当的吸睛。那我的第一个感觉呢，就是孙多 Run 这一次的手表做工真的是非常的好。虽然孙多的定位它是入门款的，但是你拿在手上的时候，其实完全不会感觉到非常廉价。那这一只手表的直径呢是46mm，
表框呢是采用不锈钢 stainless steel 的材质，触感呢是非常扎实的，而且耐磨性非常的好。那平时运动穿戴的时候，其实也不用太担心会刮花，该有的细节材质或者质感呢，孙多都有保留着。那我第一个感觉呢，就是它的整体设计呢非常简洁利落，没有太多复杂或者花俏的元素在当中，反而会让我觉得孙多兰更加的耐看，而且更加好搭配。尤其是如果你是选全黑的配色的话，低调中有质感，也不会有那种很像运动表的感觉。那除了运动训练以外呢，像我平时上班通勤或者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呢，这一款手表其实也非常的合适。那孙多兰有3个按钮，顶部和底部是常规的按钮，那中间呢则是旋转的按钮，用来快速滑动菜单或调整设置。那使用起来其实是非常顺手的。背面呢也配备了全新的心率传感器，还有刚刚说到的磁吸的充电孔。那充电的时候直接吸上去就可以了。那这一只孙多兰的屏幕尺寸呢是 1.32 inch， 跟孙多 Race S 其实还是一样大的。搭载了 AMOLED Touchscreen， 600 nit 的亮度，分辨率非常高，而且画质呢就非常清晰。它会根据环境自动调节亮度，就比较省电，而且也不会影响视觉体验。这一只孙多兰的 AMOLED Screen 呢，它其实是可以 Touchscreen 的，而且搭配了实体的旋转按钮跟按键呢，其实操作起来更加的顺手。加上它这个 screen 呢是 Gorilla Glass， 那也就是说这个屏幕呢更加的耐刮而且耐用。如果你要跟同级别的竞争对手，像是 Garmin Forerunner 165或者是 Coros Phase 3来相比的话，这款手表在这个价位上提供了更高的配置和更好的屏幕。那这一款孙多兰呢，刚刚我也是有称重了一下，它的重量非常的轻，整只手表加上 Velcro 的表带呢只有37克。那如果不要算表带的话，手表的本体呢只有32克。那如果你对比我的孙多 Race S 的话呢，它的重量是61克，如果你不带表带的话呢，它是41克，所以明显的这个孙多 Race S 要比这个孙多兰重了一些。这一款手表的防水深度呢是50米，也意味着它可以承受日常的游泳、洗澡，或者是可以进行潜水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那无论你是在海边玩水，或者是在游泳池里面游泳，或者是参加铁人3项比赛的时候，其实它都可以轻松的应对。这一次孙多兰也用上了全新的 OS 作业系统，跟我之前用的孙多 Race 系列比起来呢，整体的操作更加的简单，也没有太多的复杂的程序，那更加的流畅。那菜单的设计呢，也更加贴近一般人的使用习惯，用起来其实比较舒服。那这一款手表呢，支持34种运动模式，包括跑步、骑车、游泳等常见的运动。尤其是在跑步的模式下呢，我是蛮喜欢它有2个非常实用的功能。第一呢，就是 Track Run Mode。Track Run Mode 呢，就是专为草场设计的模式，它可以让你选定跑道 ，whether 你是第一个 lane 或者是最后一个 lane。系统呢都会根据你选择的跑道宽度，自动侦测你的圈速以及距离，就不会像以前这样 GPS 会绕来绕去不准确。那现在如果你去 track 刷圈的话呢，也拥有更精准的数据。现在我在 Sukan Arena KL， 就是在 Starbucks 这边的 track， 然后今天要来测一下这个孙多 Run 的 track mode， 来看一下它到底跟 normal mode 的话有什么区别。然后如果平时我在这边用我的手表 normal 的 GPS 的话呢，它可能会有少许的不准，因为后面呢就有一个公寓，所以呢在这边跑呢，那个 GPS 一定是会跑一点点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如果能够用上 track mode 的话呢，应该可以帮助很大。那现在我的手表呢已经设置好了 track run mode。那今天晚上我的菜单呢是发力，前面的2公里呢是跑350配速，接下来跑800米6组，休息90秒，也是350的配速，最后呢再跑一个400米2组。可以清楚的看见呢，当你开启 track run mode 的时候，它就可以精准的测量你的距离。当我把跑道 set 在 lane 1的时候，它就可以精准的测量每一圈400米。跑完我的发力过后呢，我就做恢复跑。当时我的恢复跑是开 normal mode， 不是 track run mode， 所以 GPS 的测量呢就会有少许的偏差了。第二个跑步功能我蛮喜欢的，就是 marathon mode。这个功能呢，在比赛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实用的。不管你是在跑5K、10K、半马还是全马，手表都会根据你当前的配速呢，帮你估算你完赛的时间。我觉得这个功能呢，蛮适合新手跑者。如果你不太确定要如何控制你的配速，这个功能就能够帮助你及时的调节你的节奏，那就不会因为前面跑太快或者是太慢，影响到整体的表现。那跑动过程当中看一下手表，就大概知道有一个底。
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功能，就叫做 Ghost Runner， 它是有一点像 Virtual Runner 这样的，让你设定一个目标配速，比如说4分钟的配速，手表呢就会显示你现在是落后或者是领先这个 Ghost Runner。那对于你的配速训练是非常有帮助的，让你更加能够保持在稳定的节奏。那此外呢，还有其他的功能，像睡眠的模式，可以追踪你的睡眠的长度，或者入睡的时间、起床的时间。那甚至它也可以监测到你睡眠的阶段，比如说 Deep Sleep、Light Sleep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呢，就是 Recovery 的数据，它可以告诉你身体当前的状态，可以帮助你了解你自己需要多长的时间来到恢复，或者是否可以继续挑战高强度的训练。那以上这些功能呢，都是我自己使用下来，我觉得蛮实用，而且特别适合平常的训练或者是休息的时候使用。那当然，Suntoran里面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小功能，在这边我就不一一介绍了，是留给大家自己去探索。这一次Suntoran其中一个亮点呢，就是它加入了 Offline Music 的功能。手表内有4GB 的储存空间，你可以透过电脑导入 MP3、WAV、AAC 这些音乐的 files， 导入了过后，你就可以直接连接你的蓝牙耳机播放。跑的时候你就不用额外带你的手机，像是我最近开箱的这个Suunto Aqualight 的耳机，也可以直接跟手表配对使用。那其实一直以来呢，Suunto的手表都没有加入音乐 Offline Music 的功能，因为他们过去都是比较专注在越野或者是 trail running 这些冒险的领域当中，所以音乐不是他们开发的重点。但是这一次Suunto第一次为旗下的 GPS 手表加入了 Offline Music 的功能，更加贴近大众训练的需求。毕竟现在很多蓝牙耳机本身是没有 built-in memory 的，所以能够直接从手表里面播放音乐的话，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实用的。当然，如果你在运动时候使用蓝牙音乐播放的话，其实它的电池消耗呢会更加快一些。建议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来决定你要不要开启这个功能。关于电池的续航呢，Suntoran在高性能 Performance Mode 之下，也就是开启 Dual Band 双屏的 GPS 情况下，可以支撑大概20小时的连续使用。那如果你是用 Single Band GPS 而已，电池可以耐大约30个小时。如果是平时当作是日常的手表来到使用的时候，打开全天的 Heart Rate Monitor， 那它的续航大概是可以维持12天左右。当然和Suunto Race S 相比起来呢，Suntoran的电池续航呢就会稍微的短了一些。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机身呢更加的轻巧，电池容量呢自然而然的也会比较小。那再加上它采用了 AMOLED Screen， 相对来说也会比较耗电一点。那以我自己的真实实测情况来看呢，100%的充满电情况下呢，我持续用了6天。这个期间呢，我有正常接受 notification， 每一天带着睡觉，24小时使用。其中呢有5天呢我是有跑步训练，总共用了7个小时的 Dual Band GPS， 跑量呢大概是75公里。另外呢也做了一次1小时的重训。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数据的话，你可以去到我的 Strava 看看，从6月6日到6月11日的运动数据都有放上去。而且以我自己实测的情况来看呢，1个小时的Dual Band GPS 呢大概消耗5%的电量，跟官方所说的20个小时的续航其实是差不多的，实际表现起来其实蛮可靠。那我这一个手表整整用了6天过后，我的Suntoran的手表的电量呢还剩下最后的4%。整体来说，其实这个续航表现呢，对一般训练的人来说是完全够用的，不用太担心中途会没有电。那另外Suntoran呢，其实它也支援了快充的功能，就是 Fast Charge。根据我的实测呢，每10分钟呢就可以充到23%，也就是说这只手表呢，如果你充半个钟的话呢，就可以从0充到70%。所以如果今天你临时要出门跑步的话，然后发现手表没有电了，你只需要充一个5分钟，你就可以用上2个小时的 Dual Band GPS。那这个快充的表现呢，在关键的时候其实也非常的实用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 GPS 精准度的方面。Suntoran其实它配备了双屏 GPS， 也就是 Dual Band GPS， 支持了 GPS、GLONASS、Galileo、QZSS 和北斗的系统，几乎涵盖了所有主流的定位系统。在我的实测当中呢，我使用Suntoran在 KL 市中心进行 LSD 训练，在一堆高楼之间穿梭来穿梭去。老实说，一开始我并没有抱太高的期望。毕竟在厉害的 GPS 系统碰到这些复杂的情况下，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的误差，所以我只希望它不要偏差太离谱、太夸张就可以了。但
但从我的实际测试结果来看呢，孙多兰的 GPS 表现其实是非常稳定的，在 KL 市区的轨迹其实也没有偏离到太夸张。那配速和距离的数据呢，其实也蛮可靠的，整体的表现其实是出乎我的预期以外。那如果你平常也会在市区的情况下训练的话，我觉得孙多兰的定位是完全可以参考的，更别说如果你是在郊外的环境下。一样的，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孙多兰的 GPS 数据，你也可以到我的 Strava 去看看，从6月6号到6月11号之间的 GPS 数据都有记录在里面，大家可以自行参考一下。这一次孙多兰配备了全新升级的 Heart Rate Monitor， 那测量的精准度呢有明显的提升。之前早期的孙多 Race S 在心率检测上呢，其实还是有一点小小的问题，特别是刚开始起步跑步的时候，心率数据通常会飘来飘去，有时一开始它就会飘得非常高。不过这个问题呢，孙多官方后来呢也经过软件的更新，把这个问题修正了。在这里也要另外提醒一下，平时戴手表的话要戴得够紧，这样的话心率检测才会够准确。这一次孙多的心率传感器呢，其实还有进一步的提升，从单颗改成了双颗的监测器，那整体的准确性提升了不少。无论是日常佩戴或者是运动训练当中，它都可以更加的精准的测量你的 heart rate， 对于你掌控你的训练状态或者是调整强度是非常有帮助的。我为什么会喜欢孙多兰呢？原因非常简单，4个字：性价比高。在这个1199的价位当中，你能够拿到一个 AMOLED screen 的 GPS 手表，而且质感非常好，画质非常的亮，非常的清晰。在户外看的时候，其实它的视觉效果是拉满的。然后它的重量呢只有37 gram， 戴在手上呢是非常轻的，几乎没有任何的负担。那如果你是追求轻量化的人来说，我可以讲这一点是非常的加分。再来就是孙多第一次加入了 Offline Music 的功能，让我们可以直接连接蓝牙耳机出门跑步。那样的话，你就不需要带手机跑，真的是方便很多。像我平时早上出去跑一个10公里的话，其实只要带这个手表和我的耳机就可以出去了。加上还有双屏 Dual Band GPS 的精准，心率稳定，基本上我需要的运动模式或者运动功能它都有，而且表现也非常的不错。另外呢，它也有 Track Running Mode， 可以让我在跑 track 的时候，依据我选择的跑道呢，更加的精准来测量我的距离，数据也会更加的准确，更加好参考。当然，孙多兰虽然非常的优秀，但它并不适合每一个人。那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在意电池续航的人来说，这一款可能就没有那么适合你。它在最高性能双屏 GPS 模式下使用的话，它最多能够撑20个小时。那如果你一周的跑量大概是80到100或者是100公里以上的话呢，或者是超过10个小时的话，基本上每4到5天你就要充一次电。对于一些进阶跑者来说，可能会有一些短。那毕竟还是入门款的手表，主打轻巧，那电池容量也自然不会太大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它的功能方面的差异。那孙多兰其实它缺少了一些更加 advanced 的功能，比如说它没有 offline 的 color map 彩色地图，它只有支援普通的 breadcrumb navigation。像我之前去日本跑步的时候，用孙多 Race S， 那时候可以在我出发之前呢，就可以下载日本的 offline map， 然后再加上导航的话，在手表上可以看到完整的地图标示，完全不用带任何的手机，你就可以看着那个 offline map， 非常方便。但这个孙多兰呢就没有这些 offline map， 也没有任何的彩色地图，只能靠那个导航的指标。如果你常常需要在陌生的情况下跑步，或者是出国跑步的话，或者你想要用到地图辅助的导航功能，那可能你就要考虑用到更高阶的款式了。另外它也没有孙多 Plus 的功能，简单来说，孙多 Plus 就是可以根据你不同的运动场景加入一些额外的数据分析，或者是训练工具，像是坡度的分析或者 Race Nutrition 之类的。如果你是对这些额外的功能有需求的话，那可能你也要往更高阶的型号去看，像是孙多 Race 或者是 Race S。在这里要总结一下，孙多兰这一只只需要1199的 GPS 手表，非常适合一个正在寻找轻巧、性价比高、功能又够用的 GPS 手表的朋友。那如果你是刚刚开始接触跑步，或者以日常训练为主的话，又希望有 AMOLED Screen、Offline Music、精准的 GPS 和心率功能，它绝对是一个你值得考虑的入门款 GPS 手表。但是如果你更加看重电池的续航，或者是你的周跑量很大，或者需要更加完善的导航系统，像是 Offline Map 的话，
进阶的训练功能，像是顺多 Plus， 那可能你更加适合更高阶的手表，像是顺多 Race S 或者是顺多 Race。那最后这一支顺多 Run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专为跑者打造，轻便、性价比高、功能够用。如果你是正在找一个简单够用的手表的话，我觉得它会是一个不错的开始。那今天的开箱测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这一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， 还有分享给你身边正在考虑想要换手表的朋友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